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聖誕市集，每年吸引數以萬計遊客到訪。市集位於塔林舊城區的市政廳廣場，擁有超過700年歷史。這裡不僅是愛沙尼亞最大的聖誕市集，更被《泰晤士報》評為歐洲最美的聖誕市集之一。市集最早可追溯至1441年，當時已有商人在此擺賣商品。每年11月下旬至1月初，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廣場都會搖身一變，成為童話故事般的冬日樂園。市集期間還有一連串精彩的現場表演，讓整個廣場充滿節日氣氛。市集裡聚集了許多愛沙尼亞的傳統工藝匠人，展示並販售各式各樣獨特的手工藝品，像是用羊毛編織的保暖手套、帽子和圍巾，精緻的木質工藝品，包括手工木盒、玩具和裝飾品，還有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飾品，以及充滿聖誕氛圍的傳統裝飾，例如手工玻璃裝飾球和木質天使。当然，聖誕市集怎麼能少了美食呢？這裡也有愛沙尼亞傳統料理和冬季熱飲專區，像是當地人日常必吃的黑麵包，聖誕節一定會出現的血腸，還有愛沙尼亞版本的熱紅酒，在寒冷的天氣裡喝上一杯，真的超級暖。It's very good. Now you know Estonian most popular Estonian folk dance. Oh, that's so good dance. Why I like it? Why I like it? Plaks ja! Ühe korra veel! Jaa! Plaks! Keerutan! Eesiliidi keerutan!
Hot, so the egg cooks itself. Yeah. Yeah? 感觉要比上次那个熟练。Second one. Yeah. So now you cut the bread and you dip in the cheese, or take the cheese and put on the bread when you cut.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y pleasure. I'll put it here for a moment so I can explain. Here we also see the saffron pickles. We have barley, braised and smoked sauerkraut, turnip cubes with ginger, some saffron sauce on top of the duck, and some beloved Korean jam for you to enjoy. So this is the mystical haggis. There is some parsnip puree, braised and smoked sauerkraut, again ginger cubes with turnip cubes with ginger, saffron pickles, pickled cucumber, and some red bean sauc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eries. Like, I will follow you on Instagram. thank you. I will remember that. Thank you so much. It's really amazing. Like, she has been talking about you like all the time when we were having our drink. Thank you. My name is Agnes. Agnes. Thank you so much for starting. Wait, I will say such a difficult name, to be honest. I'll try to remember it. Thank you. I hope you have a great travel.哦，人蛮多的。
這裡面牆上的徽章代表是拉脫維亞各地的地方行政徽章。区旗。对，然後每一个小盾牌都代表一個拉脫維亞的城市、市鎮或是歷史地區。然後上方中央的大徽章是拉脫維亞的國徽。这個瑞典門呢，它是建於1698年，它是里加老城城牆上唯一保存至今的城門。我要入境了，好害羞哦。當時里加正處於一個瑞典統治的時期，所以它叫做瑞典門，就是當時是被瑞典統治的，鑲在民宅樓間的小拱門。那它就是為了讓民眾可以很好的通過這裡。那在17世紀呢，里加是瑞典王國重要的港口城市，這裡的城門管制很嚴格，出入城門都要繳稅，所以這個城門的作用就是讓駐紮在這裡的軍官還有居民，他們不用繞遠路，也不用繳那麼多稅，就可以直接通過這裡，就可以直接出城了。那所以比較像是就是一些高官們的秘密通道。那現在的瑞典門呢，它是原始城牆跟拱門的結構比較有中世紀的感覺，然後門上就是住宅，真的是有居民在住的。那牆上可以看到舊時的城牆痕跡，然後門的旁邊有時候會有音樂學院的人或者是音樂相關的機構來這邊演奏。那有一個很有名的瑞典門的傳說，就是傳說有一個里加的少女愛上了瑞典的士兵，但因為他們的就是當時是不允許在一起的，所以就是為了不洩露軍情，所以那個女生就被活埋在這個瑞典門裡面了。然後所以當你深夜走過的時候呢，你就會聽到她在低聲唱歌哦。所以它的就是窗口比較大，然後牆面是有雕刻的。外觀色彩也比較豐富一點，然後它象徵意義是代表16世紀商人階層的富裕生活。那這個是最年輕的17世紀，它是巴洛克風格，外觀華麗，裝飾比較繁複，有嗎？沒有。然後窗框、門廊跟屋頂線條比較講究一點，這樣子是3棟房子中最現代化的。那也是顯示里加建築從中世紀早期到現代的演變，是城市繁榮的，就是3個演變的象徵。我看起來就是窗戶變大這樣子，對吧？米納斯塔，然後它被視為是立陶宛的國家的發源地。它的山丘以立陶宛大公就是格迪米納斯命名，14世紀立陶宛最重要的統治者之一，也是這個塔的建成者，還有整個城市的建成者。
然後他向全歐洲各地發信，就邀請一些工匠啊、商人啊、學者來定居，然後讓立陶宛成為一個多元開放的國家。他在這裡過夜的時候，夢見一直站在山丘上的鐵狼，仰天長嘯。然後祭司就給他解夢說：“這裡將會建起一座城市，然後名聲將會響徹世界。”於是維爾紐斯就誕生了。這是為什麼維爾紐斯這個城市有這樣的神話？以現代意義來說，立陶宛這裡是一個國家精神象徵，也是國旗常年飄揚的地方，然後也是一個獨立、堅毅、延續歷史的象徵。這個叫做波羅的海之路，被視為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他們想要標榜，希望可以獨立。裡面大概有200多萬人一起就是手牽手。然後這條人鏈從愛沙尼亞的城堡腳下開始，經過拉脫維亞的里加，最終延伸到立陶宛的這一座塔的山腳下。然後人們象徵性的手牽手15分鐘，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對自由的追求。立陶宛國旗的3個顏色分別是黃、綠、紅，由上到下。然後每個顏色都有代表的意義，黃色代表太陽跟光明，象徵希望、未來跟自由，也代表成熟的麥田跟繁榮。他們是對於國家前途的一種樂觀的想象。綠色代表的是森林、大地跟生命，代表自然、農業跟民族的根源，也象徵希望與重生。因為立陶宛是高度森林覆蓋的國家，綠色非常在地化，然後再是紅色是為國家留下的鮮血，象徵勇氣、犧牲跟抗爭，紀念為了獨立而奮鬥的人們，尤其呼應被外國統治過的歷史。所以就是黃色是光與希望，綠是土地與生命，紅是犧牲與勇氣。这个立陶宛憲法牆呢，它是位於維爾紐斯市中心，靠近政府區跟主要歷史的街道。那設立的背景主要是象徵立陶宛在蘇聯統治下爭取獨立跟民主的歷程。在1988年到1990年間，立陶宛的人民透過抗議、集會跟簽名運動脫離蘇聯，制定現代民主的憲法。那牆上的文字或標誌通常是紀念立陶宛在1990年3月11號宣布重建國家獨立，以及1992年9月25號頒布的新的憲法。那牆上會有公民的簽名、標語跟紀念的文字，代表人民的自由意志還有憲政的精神。然後它會有這麼多語言呢，是表示說憲法屬於所有人，不是只有立陶宛人。這些內容被翻譯成數十種不同的語言，包括英文、德文、法文、波蘭文、俄文，甚至是中文。主要是傳達民主跟人權是普世價值，不應該要被語言或國界給限制。小虎鴨，趕我！哦，來哦！哎，自穿，靠過來！來了！這裡叫做立陶宛3十字架，它是維爾紐斯最有力量也最容易讓人駐足的地標之一。它是一個跟信仰、還有犧牲、還有民族相關的故事。然後外表是3座潔白、現代線條感強烈的十字架。那最早的由來是一個還蠻殘酷也很可憐的一個傳說，就最早是大概在14世紀的時候，當時人是異教徒為主的立陶宛有7位，也有人說是14位方濟會修士來到這裡傳教，但是因為信仰衝突，所以他們全部都被殺掉了。然後其中3個人被釘在這個山丘的十字架上，其他的被丟進河裡面。然後人為了紀念他們，就在山丘上樹立十字架。然後但是後來啊，就是在1636年的時候，當地居民又建起最早的木質十字架。然後可是蘇聯時期把它拆掉了，因為蘇聯政府把它視為一個宗教跟民族的象徵，然後直接把這個十字架給炸毀了。但是在立陶宛人民心中就會覺得，你把我炸毀，我更要相信它是一個被壓抑自由的靈魂。所以在獨立運動高漲的1989年的時候，立陶宛人重新再把它立起來，然後而且用更堅固的混凝土設計，然後成為信仰未死，我們民族未滅的宣言。那為什麼是3呢？因為基督教的宗教的聖3有代表聖父、聖子跟聖靈，也就是紀念過去、現在跟未來，還有壓迫、抗爭跟重生。它同時代表了信仰的代價，還有歷史的傷痕跟自由終究會被找回的。所以對立陶宛人來說，這個3十字架不是一個地標，而是一個在城市上默默提醒大家，自由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一個存在。好的，
所以你要抓着它的這個尾部，然後。怎么那么大只？好可怕！看我没忍住啊！告诉我，不知道，我就从侧面咬它了一口。然后要先喝湯。我靠杯为什么那麼燙？好，很顯然是沒有白。你不是選擇像我這樣吐個口直接從這把湯喝？好，湯流出來了。Yeah. 好，拿湯匙。这是立陶宛的特拉凱島城堡，然後位於首都維爾紐斯以西約30公里的加爾韋湖上，是波羅的海地區極具代表性的中世紀城堡之一。那它的起源是在大公國的戰略要塞14世紀的時候，然後它這個城堡建於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由立陶宛的大公維陶塔斯大帝主導興建。當時的立陶宛大公國疆域非常的廣闊，是歐洲最大的國家，然後也是政治跟軍事核心的地帶。那這個城堡建在湖中島嶼，不是因為浪漫，而是它的軍事選擇，因為四周湖水形成天然的防禦，然後只靠木橋進出就是易守難攻，這也讓他們在對抗條頓騎士團的時候特別的有效，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為戰爭而生的城堡。在15世紀初的時候，特拉凱一度成為立陶宛實質政治中心之一，僅次於維爾紐斯。這裡不只是軍事堡壘，也是大公的住所、外交會談與貴族活動的場所，以及國家權威的象徵。紅磚哥德式建築風格呢，展現了當時立陶宛吸收西歐建築技術的成果，也透露出一種我很強而且很有文化的國家自信。那它衰落就是從權力的核心到歷史遺跡，隨着條頓騎士團的威脅漸漸減弱，還有政治中心回到維爾紐斯，以及火器時代的來臨，它逐漸失去了軍事以及政治的功能。然後17世紀之後，多次因為戰爭受損而成為廢墟，然後就在這邊變成了大家的觀光勝地。直到20世紀的時候，文化復興，大概20世紀中期，立陶宛開始系統性的修復特拉凱島城堡，特別是蘇聯時期與獨立之後，它被視為國族歷史記憶的核心、文化認同的象徵，現在已經變成歷史博物館以及重要的觀光地標。為什麼被關起來在敲？行安，行安，行安。好醜哦！什麼意思？跟他講 ，first time 。這個雕像叫做坎克勒斯琴演奏者，它是立陶宛一座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公共雕塑，主題是圍繞在民族音樂、文化記憶跟精神傳承。那什麼是坎克勒斯琴呢？它是立陶宛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傳統弦樂器之一。它外形有點像是扁平的豎琴或是奇特琴，常常用在演奏民謠、史詩或者是記憶的音樂，然後會伴隨着吟唱傳述歷史、自然跟民族的故事。那在立陶宛文化中，這個琴不只是樂器，而是民族靈魂跟集體記憶的象徵。然後這個雕塑本身的直譯就是彈奏這個琴的人，通常代表一個沉靜專注的男性演奏者，然後比較姿態內斂，表情平和。重點是在他的精神狀況是非常的溫和，然後也很靜默的力量。